HSK 标准教程4下。第13课，喝着茶看京剧。课文1，小雨和小夏在聊小夏的爷爷表演京剧的情况。小夏，你爷爷京剧唱得真专业，我还以为他是京剧演员呢。对啊，他本来就是京剧演员，年轻时在我们那儿很有名，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你爷爷一定对京剧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是啊，他8岁就开始上台演出，到现在大概唱了60多年了。他对这门艺术的喜爱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么说，你喜欢听京剧也是受了你爷爷的影响？我小时候经常去看他的演出，平时他还给我讲很多京剧里的历史故事，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课文2，小雨和马克在聊京剧。真没想到，你一个来自美国的外国留学生，能把京剧唱得这么好。我常常跟着电视学唱京剧，然后一遍一遍地练习，偶尔跟中国人一起唱上几句。难道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京剧方面的专门教育吗？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学习过音乐，有一些音乐基础，又对京剧这种表演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学会它的唱法。你真厉害，竟然连很多中国人都听不懂的京剧也能学会。我还是比较喜欢听流行音乐。那是你不了解京剧的唱法，在音乐方面，京剧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我还把京剧的一些特点增加到了自己的音乐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课文3，李老师和校长在谈工作。校长，因为外国留学生不了解中国文化，有时候会影响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带来麻烦。所以，我们想申请举办一次中国传统文化节活动。你们的想法很好，举办文化节活动，一方面能让各国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们提供互相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谢谢您的支持。上次的春游活动你们办得非常有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次活动继续由你负责，相信也一定会很成功。我们回去就开会讨论，星期5之前把详细的计划书发给您。好的，准备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课文4，筷子在中国大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对外国人来说，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所以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不过，如果你认为每个中国人都会正确使用筷子，那就错了。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如果你想正确使用筷子，那就好好练习吧。课文5，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常见的饮料。最早的时候，茶只是被当作一种药，而不是饮料。后来，随着人们对茶的认识的加深，慢慢开始把它当作解渴的饮料，这才慢慢有了中国的茶文化。在中国，喝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习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喝茶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有的饮料虽然名字叫茶，
却并不是真正的茶。比如广东省的人爱喝的凉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